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潘25岁，来自黑龙江职员，来有请小潘。小叶22岁，来自黑龙江职员，来有请小叶，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是女生要来的哦。来干嘛呀？就是我们两个吧，其实也是相处了4年多了，然后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4年前后的变化特别大。相处了4年多了。对，我俩大学同学吧，得是。就在一个地方，都在哈尔滨上学，但不是一个学校的。哦。就我们两个是在那个。一起旅游，我一起旅游认识的，然后跟一个团。对，怎么说呢？我们刚开始相识的时候，就他这个人就比较善于交际吧，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我闺蜜，我们两个去玩，就11那年刚上大学，假期嘛。然后他也是他和他朋友们好几个男生，就我们一唠都一个地方上学的嘛，就更亲切。然后他就挺照顾我们的，包括后来旅游完了回去嘛，然后也有很多交集，就留微信了。然后留完微信之后，他线下就找过我们玩儿，也是带着我和我朋友们唱歌啊什么的，然后带我们滑雪、吃饭，然后他还挺爱运动的，爱健身。其实我对他挺有好感的。后来就是他也是对我表白了，然后又追求我，就跟他同意在一起了。当时追我的时候在学校挺好的呗，然后就是也是早上有时候会给我送早餐，然后会帮我舍友们带，然后我身边朋友就都觉得他可好的了，然后我也很幸福。其实就有一次我记得一个事儿，上学的时候嘛，我们有一个自己小群，就总在一起玩嘛，还有我的闺蜜，然后他就说，要好好照顾我们两个，然后说要养我们两个，就大概这意思。我就总带我们玩什么，我就我和她认识的时候，就和她的闺蜜也算是成为朋友了嘛，我们都一起玩，都是在那个旅行社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也是为了她觉得有面子嘛，然后当时也是一个玩笑话，就像朋友的口吻说的这么一句，然后她就特别当真。这也是就上学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吧，因为我的朋友们我还挺放心的。不是你闺蜜没当真吧？我闺蜜就是总跟我说，哎呀，她真好啊什么的，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她是这样就非常有面子嘛，我也是想在她面前表现一下。你这也太过分了，你还养她闺蜜，你养得活她们还养，你真是。就是重点就是说现在我工作了嘛，然后对。有工作了。对，然后她的工作就特稳定，她就国企嘛，就是朝9晚5的。但是我就是也实习早，然后我就是刚毕业，今年就顺利转正了，在外企总出差，她就特不放心我，就上学的时候她那种方式就是总是就融入到我的那个社交圈嘛，我是可以接受的，和我的朋友都打成一片可好了。其实我也特享受，就上学嘛，大家一起玩。但是现在她就是会看我的微信有没有新的朋友、新的同事，然后她就会会去加他们，然后就说他是我的男朋友，我就觉得我现在工作了。对，也不是这么是就是嘛。我主要是就没安全感了是吧？对他，因为他毕竟一直在学校里，然后刚刚步入社会，我是比他大，所以我提前也进行工作了，比较有社会经验。而他就是很容易相信人，然后我就先想了解一下他的朋友，也是为了他的好。而且他这工作总外地出差，我和他的父母也沟通过，他父母也支持我，说告诉他换工作，找一个安稳一点。相对于他总不听。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就是总问我的朋友，就是会问我一些事儿，比如我要说我出差去哪个城市吧，然后他可能就之前了解到是哪个同事，他就会问一些我的情况，然后我同事就有的是不熟的，就可能真的就是工作就可能刚到一起，但是他也加过，就特别尴尬，就会跟我就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心里就挺不好的。然后同事们就有的时候聚餐总拿我开玩笑，总说我男朋友什么的。那都是他那么认为的，我感觉你的同事肯定不会那么以为，他们都比他大，他羡慕还来不及呢。他就还是说可能缺乏安全感还是怎么，就是我现在一出差他就追问我在干嘛，然后就时刻总要跟他视频，就有的时候真的不方便接视频，然后我就挂他那个视频电话嘛，他就还打，我要是再不理他，有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我妈妈，然后就说什么我工作要出差了，联系不上了什么的，然后整得我妈也可担心我了。但是我特独立嘛，就不想让父母就是担心我那种心情。我就觉得就对我父母对我这份工作现在也是就感觉我每天不知道忙啥，然后也挺不安全的什么，也很担心。他找不着你，他联系你母亲。对。你怎么跟人母亲说呢？就像是我会和他母亲说他的工作性质啊，就是总需要出差外地跑，然后在自己城市还好，要去其他城市安不安全也不了解，所以
他父母和我一样，不太喜欢他这个工作。我说过，让他如果是在本市的话，还是尽量8点之前要回家，要不然不要回来。对，就一说到这事儿，就是我当时也是气话。就有一次吧，也是工作，然后我是和我同事，因为我是新人嘛，然后我的同事，我的师傅就带我和客户去吃饭。其实，然后在8点的时候，他就一个电话打，就说一定要让我回家。然后我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情况就回不去家嘛，我跟他就解释了，然后他还不听，过了一会儿又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特别烦，然后我就直接挂电话，然后他就发微信告诉我，你要8点半我回不来，你就别来我这拿钥匙了。就是我钥匙是放他那儿的，因为我就确实挺丢三落四的，然后总出差钥匙以前丢过，挺不安全的。你们俩等于不住一起？我是工作是到他的城市去工作的，然后他就是在他家附近，然后给我租了一个，也是租个房子。哦，然后你屋子的钥匙在他那儿啊？对。我们之前说好了嘛，让他8点之前。为什么设在8点呢？就是他5点下班的话，5点到6点吃饭，6点到8点自由活动，就可以了呀。当时就是我们结束，其实9点多也没有多晚，而且他总觉得我出差和客户吃饭呀什么，就是他总觉得不安全还是怎么的。然后不是这样的，主持人，她真的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女孩子。她曾经在学校就是被骗过2次，很容易相信人。最严重的还有更严重的吗？我俩之前分过1次手。为什么分手？有一次也是我就是出差，因为我心情也不好，有时候压力大，我就不想理他了，就算是冷战吧。我就有2天没联系他吧，他给我打电话我就不接了，我就懒得接，然后他就报警了，好像就是后来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就是我随手接的，警察问我一些什么情况，安不安全，我就赶紧上一边接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我就实在接受不了了。我当时真的很着急，而且他的父母也联系不到他，实在没办法了，然后才给警察打电话。然后你咋跟人说呀？都已经2天联系不上了呀。哦，失联2天，报失踪人口。是啊，那实在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他在外地出差，也不是他，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事还和我生气，还不告诉我去哪儿。然后我和他的父母都非常着急，然后就分了是吧？然后就是对我同事们还以为我咋的了，我就感觉太尴尬了。然后我就回去又跟他吵，就是我们俩有点争吵嘛，我就说，就可能有点受不了到我的极限了，我说就冷静冷静嘛，我也挺忙的，就是我俩就算是和平分手了吧。后来怎么又和好了呢，姑娘？就是其实我俩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就是他肯定有他的好嘛，就我其实让我觉得挺踏实的吧。然后我确实挺胆小的，以前就我回家呀都是他接我嘛。就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就是因为是新建的，就物业还不太完善，然后就听说什么小区遭盗了，还说什么有坏人做记号，我就特别害怕。然后那天还下雨，雷雨交加的，然后我就特别害怕嘛，我就给他打电话了，然后就可能就慢慢就和好了。哦，那现在怎么样啊？还是这些事儿困扰着你们吗？就他管你吗？哎，就是怎么说呢？女生哭了啊，这泪水里面有好多的无奈，其实啊，各种吧。然后我们2个和好之后吧，我觉得他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哎呀，现在可能我们也约法三章了，他就换一种方式吧，然后就、对，然后就可能会，发状态呀什么的。但是他的朋友圈里其实有很多我的朋友，因为他当时上学的时候也和我好多朋友同学都玩得挺好我们，然后那个同事也是，他也后加过嘛，就发现。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红兄，两个人是在旅途相识的，从旅游的道路变到了爱情的道路，本该是非常温馨、非常幸福的，但非常遗憾，你的男友是以爱之名在折磨着自己的女友。我再确认一下，你刚才是不是说你的同事不管他认不认识，他全部把他们的微信加了一个遍？基本上规定8点钟必须回家，如果不回家就进不了家门。他连出个差你都要干涉，如果找不到，你竟然会打110让警察来找他。即便是父母也没有这么管自己的孩子的。就是说加你同事的所有的微信，很显然他是要把你的所有的同事发展成他的义务监督员。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女友在单位里情何以堪？那我也她是不是会无地自容？你这是以关心之名，其实就是不放心。你也知道你的女友根本不是水性杨花的那些女孩。是的。你认为她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潜意识你这种关心已经变成了一种控制欲。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走到这一步，我认为女孩一定要深度的好好的考量一下。不要说已经4年，在我眼里即便40年结婚，你还一定要慎重。好，谢谢于老师。来，苏老师。我觉得这个男孩是一个让人非常没有面子的男朋友。你看，我们这个仔细捋一下啊，你说你要养她和她的闺蜜，你认为说这是给她面子，但我要告诉你，在女孩的这个友情当中，在女孩子跟女孩子的这个交往当中啊，男孩，我的男朋友如果对我的闺蜜太好，这就是不给我脸，因为这是界限问题。就假如你有男性好友吧，有哥们儿吧，有。如果有一天这个女孩跟你出去，还有你的哥们儿在场，她挎着你哥们儿的胳膊，你什么感觉？肯定不行。那你要养她的闺蜜，这不是一样吗？我觉得更严重。她晚上8点钟下了班之后，如果8点01分就进不了家门了，如果她今天晚上想去逛超市，逛到9点了，进不去的时候，邻居会怎么想她？哎呦，这小姑娘8点钟回家就进不了家门了，然后这还没结婚呢，你看看她男朋友就把她管得死死的，多没面子！你凭什么呀？人家有嫁给你的自由，也有离开你的自由，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男生特别空虚。你怎么平常没事儿干吗？然后你平常你没有朋友吗？你8点钟是不是就只回家？然后你没有8点钟以外的任何的可以交友的朋友是吗？因为我会觉得你自己没有好朋友，你没有完善的社交圈子，你不能够体会其实一个人在8点钟之后也可以有很多正常的交往和社交，你体会不到。我特别害怕你在如果真的跟他结婚之后，你会变本加厉。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今天啊，我觉得应该你做一个选择。你觉得如果你没有信心改掉自己这种管控的坏毛病的话，你就别出来耽误人家这姑娘，因为我觉得她过得非常不幸福。然后她才22岁，我特别相信她接下来说32岁、42岁、52岁的时候，她该怎么熬这接下来的几十年啊？这太痛苦了。我觉得一个人从来没有自由的生活过，这是一件特别委屈，就特别没有人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请你考虑一下，好不好？徐总。听说你要和他结婚是吧？是足够爱他了吗？是。还是想换一种方式更好的拴住他？你是真的爱这个女孩吗？那你试图去真正的了解她吗？这种了解不是说要了解她的工作圈、朋友圈，甚至于还要照顾她的闺蜜，决然不是。你根本就不够了解她，不了解就会引发什么呢？不信任。你会觉得他
的生活你不了解，真正的工作生活不了解，自己的私生活不了解，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在背着我做什么事情，没有信任，同时呢方式又是简单粗暴型的，所以你要先懂他的心。如果现在不懂，你要努力去做到懂，明白吗？至少不能做一件事情，不能只是简单的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他的行踪上，不真正放在如何去了解方面。女孩呢，如果但凡她身上还是有你想要的东西，或者说你想给她一段时间，也给自己冷静下来考虑一段时间的话，至少我觉得3件事你要做到。第一，你要直接的告诉她，如果你再犯类似1、2、3的事情，我们绝对就没有以后了。说到做到，不能光说不做，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原谅。第二，来点热处理，就你也让他把你的时间表，一天都在干什么，在游戏里都干了什么，给你交代，自主的交代。你看你能不能适应这种管控的生活？接下来呢，冷处理。如果他再出现过分的事儿，不要搭理他。2天不见是吧？让你2个月都见不到，你心里那种感觉，让你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说这3点还都不管用的话，那就不需要再考验了，好吗？决绝的离开，就这样。好，谢谢徐总。涂老师，有一句话叫做“即便失去了全世界，至少我还有你”。但是他的意思是，我要毁掉你的全世界，我才可以控制你，是吧？不是，我是想更好的，关心他。关心，你认为这是关心？是。其实你也不是对谁都这样，对吧？当然了。我所指的当然不是说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亲密你才对他这样，而是你不是对谁都敢这样。你换个女孩你试试。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用道德舆论来绑架你，你走了之后更会把你毁得一塌糊涂。最讨厌的就是把2个人的事情总是能够上升成一种公共事件，就2个人的问题自己内部解决就可以了，他非得把这个东西弄得满城风雨，不是闹到你单位上去，就是找你的父母，还要报警。这种人是不可以长期相处的。他处处都用一种舆论的方式来压制你，来毁灭你。你要知道，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有多少想要离婚的人被这种东西所困扰。这些人往往拖着你的婚姻不离，然后到处说你坏话，
到了最后两个人还得在一起过，但直到把你的精神意志全部都摧毁。到了最后，你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他说怎样就怎样，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中国古人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对于这句话，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哎，你觉得他这个做法极端吗？极端呀！极端啊！老祖宗还讲另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所以在我看来，所有极端和极致的东西，背后多少都隐藏着一些不正常。所以其实很简单了，在这个世界上，当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跟他相处的距离了。这就是我说的。明白。男生也记住啊，就是也许你们真的就结婚了，也许你还有下一段的这个恋爱，你记住了，人不能把事儿做绝了。这就基本属于把事儿，你现在前面做的事儿叫把事儿做绝了。前面是那样的监管，现在这种换一种方式，可不是光打游戏啊。现在是在朋友圈里以公开示爱的方式来说更可怕。你在哪儿呢？我怎么又见不到你了？是这样吧？你看你做这事儿，女生自己去想吧。这么大的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总之在社会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的常识，我们要记住。物极必反，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离所谓的极端的人、极端的事儿，稍微有一些距离，看清再说。还是那句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明知是危墙，为什么还要站在那底下呢？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就像我们当初说的那样，在学校里说好了毕业要结婚，但是我还不太清楚，那可能是我做的有哪些不对，但是我希望，你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诺言。但是就是虽然之前是可能稍微感性了一点吧，但是现在其实理性看来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大的改变才行。因为以前可能是你确实我觉得是安全感给到我了，但是现在可能我工作了以后，就是你现在这样干涉我，就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以前呢，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感性多一点吧，现在我要是理性的想一想，我觉得也我需要再考虑考虑。请亮灯，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对嘉宾自己是如何选择的吧。请开门。